他不是什么坏人，他就是想看看你。小双，她是你妈妈，她回来了，她想见见你，你愿意见她吗？凭什么他想见我就见我？你告诉他，我不愿意。你要是逼我见他，我以后绝对不理你。一点收获都没有，捞了1周了，没发现。难道他在说谎啊？再问一下赵东，没找到，你很奇怪，不应该啊！哎，是你亲自把张强的尸体扔进水库的吗？俺和傻胖把尸体从箱子里搬出来，在他身上绑了一个铅钉钉，确保尸体不会浮出来。这谁想的主意啊？说是傻胖，你们也不相信。是啊，马立行那边打捞尸体的结果怎么样？蛟龙水库深达100米，我们现在的潜水设备不足以下沉到那个深度，已经向北江申请了技术支持了。这个案子，就算是把尸体打捞上来，恐怕也难以认定是故意杀人罪吧？确实，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只能证明赵东拿了张强的个人物品。这个案子，舆论压力是越来越大。张强的家属呢，现在意见是越来越强烈，各媒体也纷纷报道，网上严惩凶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知道您的顾虑，我是担心啊，怕出现类似王者归来的错案。目前来看，赵东至少有盗窃张强个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还是能认定的。远远不够，人们关注的是杀人的事实。明白。喂，高进，你什么时候安排我见双双啊？我已经跟高双说了，他现在还不愿意。你别着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的做做工作，行吗？好吧。卡洛斯，你怎么还是来了？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拿到孩子抚养权就回去了。Jane，我很想你，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身边需要一个男人。谢谢。你看起来很忧伤。哎，你看到你的孩子了吗？高健说安排一下。为什么要安排？你是孩子的妈妈，你的前夫没有权利阻止你去看孩子。你听我说，很多情况你不了解，我们进屋说吧。高处，我觉得赵东说的不太符合逻辑。你说说看。赵东他确实扬言说要杀张强吧，这是有杀人动机的。其次，
赵东说，张强的尸体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并且里面有一些贵重的物品，这太不可思议了吧？就算他说的是真的，那真正的凶手他出于什么心态这么做呢？最重要的是，赵东他知道童案已经死了，被害人也已经死了，这死无对证啊！这嫌疑人到案之后见到被害人的时候，被害人就已经死了，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辩解的方式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欺负同学啊？你家长怎么教育你的？走，带你见老师去。哎，你干什么呀？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你不了解情况，你怎么能对一个中学生这样呢？你管我是谁啊？走，他们两个闹着玩的。走，没礼貌。哎，双双，双双，那是谁啊？我不知道。喂，高姐，我现在挺想爽爽的，我挺想见他的。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其实我今天下午去学校了，我看见爽爽了。他连曾经欺负过他的同学，他都能原谅。我是他的亲妈妈，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你根本不理解我当时那种感受，高姐。这要是在美国也就算了，可是现在在中国，我们两个离得那么近，我没别的要求，高姐，我就想抱抱他，我就想听他亲口叫我一声妈妈。高姐，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特别后悔，我真的特别后悔。左贤，你听我说啊，你别给我讲那些大道理，我不想听。你就跟我说，我什么时候能看见他？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先不要着急，双双脾气也很倔，要慢慢来。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滨海公园，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地方。高姐，我们以前3个人在一起多开心啊！我现在都想跳到海里去，高姐。你让我见见爽爽吧，我求你了。左贤，你听我说，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给扣你。哎呦，你是昨天的前夫高健吧？我是她男朋友，Carlos。他没事吧？没事儿，就喝了点酒。要不一起喝？你知道吗？我很爱他。如果你真的很爱他，就应该照顾好他。亲爱的，OK， 坚持住 ，OK。我不希望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他快乐。他应该和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Sorry，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况且这个问题好像也跟你没有关系。这当然跟我有关系。我爱他，我希望他快乐。但是他现在如果不能跟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他会很痛苦，我也会很痛苦。我求求你，你还是让他带走他的孩子。而且，你是个单身男人，我觉得你并不合适。听我说，我的女儿高双跟我在一起生活了8年，适不适合抚养孩子，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适不适合抚养高双，我也比你更有发言权。好了，如果你想讨论这个问题，等你酒醒以后。现在，请你照顾好他，也照顾好你自己。我走了。你等等，你等等，你给我站住！来人呐！他袭击我！来人呐！喂，这件事情啊，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房姐，我没想到这事儿会闹成这样。按照组织纪律，事情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参加任何工作。你已经多少年没有假期了，就权且把这一次临时的停职当做你一个假期吧。好，就是张强的案子正好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会盯着的。再说，傅小柔和张小波现在也能独当一面，这你就放心吧。另外，这件事你还得抓紧时间，写一份情况说明。好。
去。傅小柔，高健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可张强的案子又很吃紧，希望你们不要受什么影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需要什么支持啊，直接和我说。我听说高处被停职了，没有停职，只是暂时不能参与工作。马队已经安排小韩去盯高处这件事儿。那个地方是个监控盲区，也没有人看到事情经过，可能对高处非常的不利。翟哥，水下录像已经接通了，走，咱们看看去。好。喂，高处，小柔，现在那个尸体打捞的情况怎么样了？水下救援队正在24小时进行打捞。那这样，那你看，你跟马队说一下，看他方便不方便，把打捞的所有时间的视频给我发一下，我看看。对，发我邮箱里。好，我知道了。进。先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水。高健，我希望你把双双的抚养权交给我。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你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再带着双双不合适。什么女朋友？我那天都亲眼看见了，你跟他一块儿去接双双，双双对他也挺热情的，还叫他小柔阿姨，比对我这个亲妈都好。她是我的同事，也是双双的好朋友。我不管他是你的同事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反正双双的抚养权我是要定了。凭什么？凭什么？我现在觉着双双跟着你会影响她的身心健康。就拿卡洛斯这件事来说，哎，真的高健，我真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冲动。当然，如果你非得坚持的话，那咱俩只能法院见了。我相信，如果法院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左琴，如果我告诉你，卡洛斯是自己摔倒的，他在诬告我，你信吗？
哎，小柔，去哪儿啊？我出去有点事，就交给你了，辛苦了啊。你不吃点东西啊？不用了。吃啊。老高，我真的讨厌左青。你不能那么说啊，她毕竟是你妈妈。人怎么就不能选择自己的妈妈呢？要是能选择，你会选择谁啊？我不需要妈妈。快吃饭。小柔，什么事儿？喂，马队，请你帮个忙。我现在在滨海公园，我发现了一个摄像头，虽然它不能直接照射到公园里面发生到什么，但是它对面的那条马路，只要来往的车辆里装有行车记录仪，就一定能拍到高处是否打人。你还真用心了啊！交给我吧，查找路过的车辆，这我能办。但是这个排查工作会很重。再难也得查，啊，放心。谢谢啊。跟我客气什么呀？不用谢啊，拜拜。喂，高处。小柔，我正在看你传给我那个打捞的视频，27分56秒啊！你看那个灰黄色的物体，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尸体在水中或者在潮湿的环境中与空气隔绝，体内脂肪会发生变性，就会出现皂化现象。这个灰黄色的物体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打捞的尸体的一部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查。停，就是这个画面，你们看像什么？这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像一个倾斜的石头墩子。色泽呢？这看着像肥皂。以江东市现在的水温条件，尸体很容易皂化。皂化？你看，这很有可能是皂化了的尸体的一部分。老翟，通知一下打捞队，重点排查第27盘的这个入水点位置。好。继续放。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水库打捞的现场。在公安局专案组经历了1个多月的努力奋战后，就在这片近3个西湖大小且深100米的水库当中，成功打捞出了受害人的尸体。经历过多次的失败之后，就在水库大坝旁的一次水域，终于搜索到了受害人和当时悬挂在受害人身上的千斤顶。江东电视台记者叶子瑶将持续为您做跟踪报道。喂，高处，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高处，现场的法医说，估计很难判定死亡原因。马队，证据固定，别再出差错啊！队长，那小韩，左琴那位我丈夫被打的事儿查得怎么样？队长您看啊，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当天晚上滨海公园的附近一共经过了23辆车，我们现在已经盘查了18辆，还有5辆尚未联系到车主。抓紧啊！好。死因不明，2个犯罪嫌疑人，一个死了，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口供。这种证据怎么能证明就是故意杀人呢？虽然我觉得人就是赵东杀的，但这风险也太大了吧？小柔，你是怎么看的？实话实说，我也不确定。社会舆论压力太大了，当然我知道我们不能被社会舆论压力所影响，但是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纠结。如果实在感到纠结啊，去问问高处，看看他对这件事会怎么处理。高处的意见对你们俩来说仅供参考，可不是命令啊。案子怎么样了？尸体找到了，身份已经确认，就是张强，但是死因不明。赵东他不承认杀了张强，这个案子现在有点扑朔迷离了。那你们怎么打算的？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啊？我现在有点懵。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说不要太依赖口供，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冤假错案。当时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但是现在我面临的情况是没有口供，我就没有办法把那些证据串联起来。没错，这种命案最害怕的就是嫌疑人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供述。你们真的确信赵东是凶手吗？我不确信。我就在想啊，赵东他为什么要杀张强？他杀了他，跟谁要钱去？可是赵东多次扬言要杀了张强呀。你们还多次扬言要请我喝咖啡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付的钱？是你们心里认为到这儿喝咖啡就一定我要付钱，对吗？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付钱呢？这挨得上吗？挨得上，挨得上。确认真相必须要秉承无罪推断的原则。那你觉得是谁杀了张强？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赵东很有嫌疑，但是我们从内心没有确信，就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这样才是最坚定地遵循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也不能这么说。高处，这样吧，你就告诉我们，如果是你，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做？我会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起诉赵东，就像今天我还会说，这咖啡我来请，但是我没带钱。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起诉赵东，你知道后果吗？知道，故意杀人罪肯定定不了。明明知道结果，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首先，这个案子不存在有无罪风险，因为最起码赵东他拿了张强身上的财物，就算是盗窃，所以赵东至少不会判成无罪。我们选择加上故意杀人罪，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赵东是不是真凶，我们心里都存着这个疑问，他也许是，也许不是。法律规定，我们所有的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出示给被告人。如果赵东确实是杀人真凶，那他会不会在法庭上因为看到我们所有的指控证据而良心发现，把真相说出来？这也未可知，一定要等到开庭的那一天才知道。第二呢，我们是觉得是可以尝试的。这个案件现在舆论的关注度很高，网上舆论一片声讨赵东的声音。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舍掉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那网上会一边倒的攻击我们检察院，而且这种攻击是非常不理智的。
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所有的证据，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起诉到法院，让法庭将这些证据公布于众。就算到最后法院判定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不成立，但至少也宣扬了一次疑罪从无的法治观念。还有第三，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案件，他如果另有其人，那这个真凶此时此刻一定密切关注着这个案件的审理。如果他发现检察院已经认定了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那这个真凶很可能到法庭来旁听这次庭审，这是犯罪人在得知自己能够逃避法律制裁后的一种获胜的心理。我们可以在开庭前通过媒体报道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情况，故意透露给对方对于起诉事实的确信，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预约旁听系统来检索每一位旁听者。凡是跟被害人张强有关系的、有交集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查，说不定真凶就在里面。就这3点，所以我们认为输一场没关系。小柔啊，这可是你第一次当第一公诉人。如果最终拿了一份抹去了重要事实指控的判决书，你甘心吗？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我会甘心，只要对案子好，我无所谓。这是高健给你出的主意？这是我自己的主意。我真没想到高健会动手打你。你现在还坚持要回你孩子的抚养权吗？当然，我是不会放弃的。那你，姐，我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坦白，他并没有打我，的确是我自己摔倒的。卡洛斯，你不能这样。我还是希望你能站出来澄清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澄清，但是你也得好好想想。大家肯定不相信，一个暴力倾向的爸爸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Jim，现在的状况对你很有利。喝吗？不，我喝。哎呀，你这真好，真清静，没人烦。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吵架了？我这点破事儿你还不清楚？到这儿，拍子。洁癖，你真是。说正事儿啊，一，张强的 DNA 提取出来了，吻合度99.99%，没跑。大家的功夫总算没白费。还有二呢，重要的是二。你打架那地方没摄像头是吧？嗯，在那儿离马路很近，还是主干道。虽然车辆不多，但我们还是从一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上查到了记录，拍到了我们争执的画面。老外自己摔倒的，跟你没任何关系。谢了，老马。
那得请我吃火锅呀！哎，吃羊的不吃鸭的啊？你鸭子我养了。不跟你开玩笑，别谢我，谢错人了你。谢谢付小柔那丫头。什么意思？人家费多大劲啊，就找到你这点线索。这丫头对你不是一般的上心。别胡说，我们是同事。明白，同事。那同事我也得问问你，你对那左琴不会还有想法吧？能不聊这事儿吗？你是不是没得聊了？咱俩发小，别人我还懒得问呢。还有啊，行车记录仪这事儿，先别跟别人说。早点说清楚，早点复职啊！接手张强那案子呀，为什么不说？张强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这段时间一直是付小柔和张小波在跟进。我想让他们负责这案件的公诉。再说了，我欠付小柔一次上庭的机会。切，说来话长。那不行啊，高健。付小柔、张小波，那行吗？怎么不行啊？我相信他们，他们也需要这种锻炼的机会。行，你地盘你做主。我跟你说说铁力的事呗。说，我查到铁力去了美国。去了美国？对。去了多久？有大半年了。哎，怎么样？有难度吗？证据准备得很充分，我相信没有问题。我就喜欢你有信心的样子。你说在高处啊，最近运气特别差。哎，你这仗要是打赢了，那让高处高兴高兴，好事啊！我发觉你工作的样子跟高处越来越像了。你没事干啊？胡说什么呢？赶紧工作去。我工作可多了。小波，你是不是又该吃药了？一会儿是吧？记住了啊。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认为，被告人赵东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东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赵东一人犯两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应当数罪并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赵东，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一致。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认定的罪名，你有意见吗？有。俺承认，俺是拿了他的财物，但是俺没有杀他呀。肃静。公诉人，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没有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没有问题要对被告人发问？有。请讲。赵东，你是不是说过要杀死张强？俺是说过，那也不能证明是俺杀的呀。你和你老公吵架，你有没有说过要把他给宰了？那也不能说是你杀的吧？当天我老公有没有去找你？他打电话说找我来，可他没来。
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尸体，俺承认，俺把他身上的钱和首饰拿走了，但俺没杀他。你老公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那谁把他杀了？那谁知道？既然你发现他死了，为什么不报警，还要拿走他身上的钱？他已经死了，他欠俺的钱那是铁定拿不回来了。俺从他身上把钱拿走，弥补一点损失，怎么了？是，俺从他身上拿了钱，那俺也不敢报警啊，俺也害怕呀。辩护人，请发表你的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对于被害人张强的死亡，我深表遗憾。我的当事人赵东从死者身上拿走钱财的行为的确不妥，但是如果因此就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我知道了。好，你放心。韩明，啊，他怎么去看他们身上？这里面有问题啊！行了，好，我知道，放心吧。队长，查一查华正集团的老总丁红和张强3年以来所有的通信记录，还有财务往来。好，知道了。小荣，明知道会输，你怎么还那么高兴啊？这种书呢，虽败犹荣，相信高处已经有发现了。哎呀，真是不枉高处对你的一番心思啊！什么意思呀？哎，你看我这个嘴怎么就说漏了呢？明明就是想说嘛，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听小韩说，高处前几天就知道卡洛斯这件事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回来，是想给你一次出庭的机会。高叔，上面不追究了，没事了吗？还追究什么呀？还不都是被那老外给冤枉了？对，高叔，我们仨有一个请求，能不能你请马队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3个？我干嘛请马队吃饭？那是马队查出了行车记录仪啊，不然这事说不清楚了。是啊，谁说马队查着了？那不是马队吗？完了，我们还想蹭一顿呢。怎么叫完了？我请你们，想吃什么说。撸串，我要撸串。哎，你撸什么串？能不能挑点贵的吃？高处，我想吃火锅和麻辣烫。火锅麻辣烫不是一样，跟烧烤一样贵。那么多事儿。小荣，你想吃什么？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凤姐，高叔说要请我们吃饭。吃饭？哎呀，这饭局恐怕要推后了，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见。好。有任务了，这是。行了，赶紧准备准备。我欠着你们。在众多旁听赵东审理案的人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丁红，为什么你一见到丁红就这么敏感？张强是做建筑装修工程的，丁红当初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建筑施工材料，这2个人有业务上的交叉。你
是怀疑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以后呀，他们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循着这条线，我们让公安机关来调取了这两家企业的业务往来。果然啊，你看丁红在入主江东集团前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在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但请注意这两家公司：兴东公司、网讯公司。这就是说，这两个单位就是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的壳公司。没错，他们在用壳公司签合同走上。高处，为什么要用壳公司？避税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抓到真凶，也不枉我们故意输一场。高健，抓紧时间继续跟踪。是。怎么，听个庭审也犯法吗？不犯法。我只是好奇，日理万机的丁总为什么会这么有兴趣去法庭看一场和自己没有相关的庭审？马警官，犯罪跟每个人都相关。我接受法治教育，没必要把我请过来过堂吧？没这个意思，正常的问询嘛。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华正集团和张强的公司有经济来往。怎么？检察院诉不下来赵东，你们就怀疑我吗？没人怀疑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一个装修公司与我们有经济来往，这太正常不过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听说你欠过张强的钱。这个我还真记不住了。那你好好想想，这对我们很重要。行，我想起来了就告诉你。没有进展？没有。丁红很狡猾，老马问了一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案件久远，当初侦查的方向又不在丁红身上，所以啊，现在找起证据确实很难。是，他什么都不承认，我们也拿他没办法。这个案子，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丁红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有业务往来。丁红是供货方，但是从我们调取的一些合同等书证材料来看，张强他有一批货是退给丁红了。可他们没有退款的记录啊。对呀。于是，丁红的公司就成了债务人，这笔金额还挺大额的。应了你之前的判断了。赵东找张强要钱，张强找丁红理论，两个人发生口角，丁红杀了张强，然后又从张强的手机里看到了赵东的信息，这样就想嫁祸给赵东。这都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支持。按照现在的证据情况，连逮捕的标准都不够。不要这么沮丧，要知道，侦查是没有期限的。我们要建议公安部门继续的把这个案子查下去，直到查清楚为止。不要着急。好。这是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李立明交通肇事致死案移送到本院审查起诉。这个案子，区检察院认为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而且最后的延长期也已经快要到了。其实，本案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肇事司机是否存在杀人的故意。的确，但是整段视频存在盲区，我们看不到撞人的过程。只能看到司机下车，司机的口供里一直在强调他没有看到小女孩跑过来。
而且在他压过去的那一刹那，他自己以为是在过减速带。我个人认为，单凭此次鉴定的结果，就判定嫌疑人有杀人的故意，我认为还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撞伤到撞死，往往就是肇事者一丝的恶念和瞬间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就这样类似的交通肇事案，我办过都不止一例了。你说的也没错，单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听过这个司机报警时候的录音，那种忏悔之意跟当时紧张的程度是装不出来的。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喂，你好。朱一梦的妈妈来了，闹得很凶，请高处过去看一眼吧。好，知道了。高处，朱一梦的妈妈来了。这个案件啊，我女儿这个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公安人也抓了，几次三番的卡在你们检察院这儿啊，怎么老是要退回来补充侦查？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啊！您别激动啊，我先喝口水来。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检察院呢，有检察院的职责，也有我们的程序。什么程序？退回去补充侦查，并不是放了嫌疑人，而是要提取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让我们的指控能够经得住考验。这个肇事司机到底是不是凶手，以什么罪名来起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决定，很快会有个结论。我女儿死了，已经死了。你们收了那个人什么好处啊？请您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这里是检察院。小荣，你告诉我，如果是你女儿发生这样的意外，你能等多久？别激动，别激动，放心，我们一定讲事实，讲证据，很快会有一个结论，好吗？你少糊弄我！你们一天不起诉，我就天天来检察院。别着急呀，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的。真是。行了，很正常，去现场再看看。你好，麻烦问一下，叫我吗？这平时停的车多吗？这儿多，一到下班的时候吧，这儿就跟停车场特别多。那这有一个减速带，怎么没了？拆了。拆了多久了？拆了有小半年了吧。谢谢啊。没事。哎，小柔啊，这周末没什么事儿吧？跟我去见个朋友啊。谁呀？啊，周阿姨和她儿子。你要干嘛？我不想干嘛呀，我就想让你多认识一个朋友嘛。不是说好了吗？你不逼着我找男朋友，我会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男朋友？找谁啊？找高健？我可告诉你啊。这个高健，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趁早给我换工作。还有那个双双，你离他远点儿。哎，他不会是存了你当他后妈的心思吧？妈，我跟高处就是普通朋友，我跟双双也是朋友，你也不用想太多。他妈妈都回来了，你就别瞎猜了。什么？他妈妈都回来了？这是要复婚啊？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跟我又没关系，你怎么那么八卦呀？这怎么是八卦呀？他要是复婚的话，你不就踏实了吗？那我吃不下了，你自己吃。哎，你还没吃呢。哎，你这孩子。还说不得了这。
喂，高健，好消息啊！昨天晚上小韩在走访中发现了新的证据。什么证据？一家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朱一梦车祸案发现场的全部过程。太好了，你赶紧把光盘送过来。马上就送过去。好。看，又被撵了，对吗？怎么样了？证据审查的怎么样了？视频上可以清晰可见，整个事故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梦突然闯出来，事故发生到车辆制动，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在这几秒钟内，车速很慢，但很显然，事故已经造成。第二个阶段，顿挫后继续前行，对受害者进行2次碾压，车速较快，但依然很平稳。第3个阶段，肇事司机下车查看情况。哎呀，满地都是血哦！哎呀，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2次碾压不是司机故意的。我仔细的审看了，司机并没有要主动造成2次碾压的动作和想法。那他有反应时间吗？反应时间很短。那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就不能确认是故意杀人。不能，还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更合理一些。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合不合适。说。我认为在级别和管辖的规范内，不应该由我们来起诉，应该由区院来起诉办理这个案子。但是这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家属造成再次的影响，他情绪波动会很大，而且区院也会认为我们在转移矛盾，可能反应跟效果会更不好。所以呢？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法院协调一下，还是由我们来起诉，他们来审理这个案子？毕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我们来起诉，中院来审理也是合理的。怎么了，高叔？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你的想法很棒，给你鼓掌。哎，那你什么想法呀？我都给你鼓掌了，你还有必要知道我的想法吗？这什么情况？他这人怎么高兴还不让人痛快了？哎呦，我的天哪，都几点了还睡呀？快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妈，好不容易一个周末，能不能让我睡个觉啊？今天不行，都跟人周阿姨约好了要见面的，快点的。我肚子疼，我哪也不想去。我跟你说啊，今天哪儿疼都得去，给你5分钟时间，快点。妈。喂，左健。高健，卡洛斯已经回美国了，我向你道歉。我接受。双双的事儿到现在咱们2个也没有达成共识，咱们见一面吧。好。好。老周啊，小伙子真是斯文啊，白白净净的。是我儿子能差了？哟，你看你家小柔越长越漂亮了啊！听说在检察院工作，是，真能干，出花。
看我们这孩子见生人就害羞，靠谱厚道。说两句，就是笑着。哎，敏丽，你看他俩，一个小文儿，一个小柔，一个斯文，一个温柔。哎呀，这不是天生的一对儿吗？是不是？哎，老周，哎，我正好想去买个包，你帮我挑挑，咱们逛逛去吧。好，你们好好聊。哎，对，2个小时以后我来找你啊。好了，行了。哎，老周，咱们走吧啊！你们聊着啊。多大了？还有吸管喝水啊？你是不是什么事都听你妈的呀？妈宝。那你妈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了？检察官啊。你光知道检察官不行啊，咱们是相亲，你得知道我跟什么人打交道，了解我的生活呀。我呢，平常就跟杀人犯、死尸打交道。死人啊？每天都跟他们打交道。那多恶心啊！恶心什么呀？我天天在停尸房吃饭呢，要是每天不闻着这尸体的味道，我都吃不下饭。每天不看死人，我都睡不着觉。哎，高健，阿姨。谁你阿姨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我有一个朋友约我这儿聊事儿。你不是来找我们家小柔的吧？不是，小柔她……那就好。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小柔现在正在相亲，以后啊，离她远点儿。你会有时间吗？有啊。那这样，让他们俩先回去，我带你去停尸房。不去。走。哼，什么人呢？我可没时间陪你，我每天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停尸房4点一线，还有解剖室，要研究死亡原因。高健，来，把咖啡送这儿来，坐吧。别光我一个人说呀，你也跟我说说，你都会什么呀？我会下围棋，弹钢琴。其实我最擅长的还是做家务。考虑的怎么样了？一般都不怎么出门，都是我妈帮我。对不起，左姐，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高健，你不能那么自私，你能不能为孩子考虑考虑啊？我正是因为为孩子着想，我才不能答应你。高双需要在中国长大，可是他已经长大了，他现在正是需要到外面去吸收营养的时候。
还有，他的安全问题。他的安全没有问题。怎么没问题啊？我跟踪了他3天，你都没发现。如果我是个陌生人呢？或者是你在检查工作中遇到的坏人呢？好，我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出现。好，我相信你。那双双的心理呢？他现在正在成长的关键时刻。高健，平心而论，你真的认为你跟孩子的感情那么和谐吗？什么意思？我们当然很和谐。我在他身边待了8年，单独待了8年。他在我怀里的时间要比在你怀里的时间要……不管怎么说，爸爸也代替不了妈妈。你早干嘛去了？我早干嘛去了？高健，我为什么离开你不清楚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你约他来的？如果他是下属，代替不了保姆；如果他是保姆，代替不了妈妈；如果你要想让他成为孩子的后妈，高健，你得先问问我。你没看见吗？人家是来相亲的。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下面，我们先梳理一下不存在争议的事实。被告人李立明驾驶车牌号为江 A43532的小型汽车，在本市富民巷经过时，将被害人刮倒在地。此后，被害人又被李立明驾驶的小型汽车碾压致死。根据最新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只有24秒，也就是这24秒，带走了朱一梦年轻的生命，带给了他的家人无尽的悲痛。被告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交通肇事还是故意杀人？这两个罪名在刑期上有天壤之别。究竟认定哪一个罪名，取决于那短短的24秒时间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为此，公诉人在一遍遍梳理本案的证据后，认为被告人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理由如下：首先，富民巷路况复杂，李立明驾车经过时存在客观上的视觉盲区，并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其次，肇事车辆经过路段曾经有减速带，被告人依照驾驶经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一辩解具有合理性。因此，本案只能认定李立明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杀人犯，他是杀人犯！肃静，
请公诉人继续发言。谢谢审判长。朱一梦值得同情，她是一个无辜的少女。我相信，这令人窒息的24秒，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如果人心是个法庭，我也相信，你们已经完成了对李立明的道德审判。但我需要请大家注意，道德评判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是法律判断。而法律要确定李立明的罪名，必须依靠事实，依靠证据，而不仅仅是道德。肇事司机可能有盲区，但法律没有盲区。傅小姐，哎，你是谁呀？阿姨，我是高双的妈妈。哎，那你找我们家小罗干什么呀？妈，你先回去吧。不好意思啊，我想找你谈谈。好啊，谈什么？高姐，我现在是明华厂的污染案代理律师，我要来拿一下电子卷宗。他们正在准备呢，等会儿吧。坐。你怎么了？没怎么。一脸心事的样子。没事儿。左琴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左琴还是坚持想要回高双的抚养权。可这不符合你们当初的约定啊。高健，这个事情你可以诉诸法律解决的。左琴毕竟是高双的母亲，我不想让高双难堪。所以你打算让步？不是让步，是我知道高双也渴望母爱。找你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如果我能帮上你，我一定帮你。我知道你跟双双关系挺好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劝劝双双，让她尽快能见我。这事儿毕竟属于你的家事，是不是应该跟高处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找你的。我觉得现在高健好像更不愿意让双双见我了。不会，你想多了。高处没有安排你跟双双见面，肯定是为了要保护双双。高双同意和左琴走吗？没有，他现在对左琴还是很抗拒。但是左琴对你步步相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脾气一点都没变，对他想要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让步。而你呢，对他所有的要求和决定，永远都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和武器。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你看我的样子像笑话你吗？我想给你个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也知道人生只有一次，不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感情或者道德上的绑架。高双长大了，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他现在不愿跟左琴走，你偏要劝他离开，你怎么知道他去了国外，他就一定能觉得快乐呢？你应该让他自己做决定。等他有一天愿意面对左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要阻拦。对高双来说，就是最大的爱和尊重，你懂不懂？我理解你急于想要双双接受你的心意，可是双双她是一个内心特别敏感的孩子，你突然的出现会让她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想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走进她的内心，你得了解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怕什么，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他现在都不愿意见我，我怎么走进他的内心去了解他呀？慢慢来吧，需要你给他点时间，去让他慢慢适应你的存在。谢谢你啊，我终于知道双双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了。
我们都是为了双双好嘛，谢什么呀？高双长大了，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大人可以替他决定的。我想问你，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后悔当初选择了左晴？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了。你明明知道当初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如果现在带着双双回美国，对你和高健的交往并没有什么坏处啊，而且你也不用再去应付那些尴尬的相亲了。你误会了吧？我跟高处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我的上级。你不用不好意思的，我特别了解高健，高健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心里很清楚。一看他对你的眼神，我就一下子明白了。没有，你肯定是看错了，误会了。妈，哎，回来了，回来了。那女的跟你说什么呀？她为什么来找你啊？她就问我关于高双的事儿。哎呦，你怎么跟这个姓高的就扯不清了呢？哎，他女儿天天的来找你，这现在前妻又来了，真是。哎，又是这个高双。我告诉你啊，以后啊，凡是跟姓高的有关系的人都不许联系。妈，人家高双还是个孩子呢，他现在需要我，怎么能这样呢？你，哎，这孩子。又吃方便面，哎呀，别吃了。哎，泡好了，对身体不好。谢谢。有什么事儿？昨天，左晴来找我了。找你干嘛？他让我跟双双说一下，跟他见个面。对不起啊，回头我找他，让他不要再打扰你。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晚上双双也给我打电话了。他整个电话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母亲给他带来了多少困惑。可是呢，我在电话中却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双双的渴望母爱。双双，天太热了，我怕你中暑。你不要再打扰我了。双双，你终于肯跟妈妈说话了。双双，我没有别的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打扰你的，我就是想送送你。你可以不用理我，你也不用跟我说话，你就让我跟着你就行啊。慢点，小心台阶儿。我快到了，你走吧。啊，这么快啊？那行，自己回去小心点啊。妈妈就先回去了，再见。妈妈。
信现在有钱人的想法了，真是奇怪。明明自己有一房，还非得在酒店开一房，多浪费钱呢这。要是我呀，我也这样。谁愿意在家里工作，多影响家人。哎，对了，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朋友一块泡吧，你去不去？算了，我就不去了，你们去玩吧啊。小波，我先回家了啊，拜拜，拜拜，路上慢点啊。怎么了？欲言又止的，有话说呀？有话你就说啊，不说我要下班了。哎，我说，那个，我最近啊，喜欢上一个人。是吗？那你给人打电话约他吃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约，这话怎么说呀？约哪儿啊？这方面我也不行，我也不会呀。你找错人了。我没找错人，我现在一见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所以我向你请教一下。你说你再怎么着是一个检察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怎么什么事到自己这就麻爪呢？一见他我嘴笨啊。算了，那个不说这事儿了。哎，我有件事儿早想问你了，上次卡洛斯那件事儿是不是你帮高处找的证据？是啊，那是因为我也是检察官，我必须尽我所能的做好每一个案子，不能让工作出现任何瑕疵。有问题吗？啊，没问题。太像，你跟高处太像。像吧？啊，我师傅啊。你是？哎，那也是我师傅呀，我怎么就不像呢？小柔，你是猪脑袋呀？啊，连预约时间都会搞错，害得我这么着急。丁总，这个会议之前是取消的，这是会面用的资料。这么小的字儿，你想看瞎我呀？我还以为铁荣光手下都是什么精英呢，都是饭桶。怪不得老铁家倒台这么快呢。捡起来！小铁总，哦，铁大公子，你怎么又活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边了呢。我回来了，看来最近混得有点惨，让你受委屈了。放心吧，我回来了，以后我罩着你。你算哪根葱啊？啊，来关心我的手下？怎么？这又从哪儿倒腾点钱，又发起来了？不要以为穿套好西装就能重返上流社会了。听见了吧？所以呢，我爸当年在世的时候啊，经常跟我说，这找老板一定要找一个有格局的人。像这位，我爸当年对于丁总的评价是格局太小，我觉得他老人家错了。丁总他哪是格局小，是根本就没有格局。没有？你笑个屁！田丽，我今天没有时间听你在这儿乱叫。孟可卿，我限你5分钟之内把新的资料给我准备好，不然的话，马上给我滚蛋！对不起，丁总，
小梦，她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了，你无权支配她。从现在开始，小梦便是我铁力的私人秘书，待遇从优。哎呀，说大话、吹牛皮，谁都会呀。孟可清，你可想好了，是选择我们上市的大公司呢，还是选择这个落魄户？还有啊，还是个杀人犯的儿子。哼哼，别到头来，工资没拿到，这位爷又失踪了。愿意吗？愿意。给我。给我查，看看铁力离开江东这几个月都干了些什么。是。小铁总，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能为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回去好好休息，等我的消息。嗯。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去用。不用，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况且我也没帮到你什么呀。拿着吧，你已经帮过我了，你都忘了吧？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还窝在出租屋里醉生梦死呢。什么？你给我的那把钥匙，我回去之后拿到了我爸给我的东西。我是到了后来才明白，当初啊，他是想让我走，想让我离开。因为只有离开了，才可能重新开始。你现在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除了我，还有谁来接你？安全带系上。你妈妈来接过你？别找了，就我一个人。老板，铁力回来了，而且现在身价不菲。哦，我派人调查了一下，原来是铁荣国在新加坡
给铁力留了一笔钱。这小子还真有2把刷子，用这笔钱到华尔街炒期货，短短的几个月，赚了不少钱呐。饿了吧？要不要点个外卖？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对不起。除了对不起，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对不起。你除了对不起就不会说别的了是吗？你难道不觉得你要给我解释些什么吗？你走了这么久，你知道我每天是怎么过的吗？我每天都在想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有危险。可你呢？你给我的承诺算什么？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儿戏是吗？铁力，只要你跟我说你不爱我了，我叶子瑶不会缠着你的。但你最起码得给我一个答复啊！老白，铁荣光现在已经死了，这小子留着是个祸害，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管好你的儿子。是，我明白。好好把这整理好啊。翟头，这是早上一个村民发现的，一接到报案，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根据现场的勘查，发现了一柄锄头，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凶器。把握好现场，马上把锄头和其他证物送技术室分析。好，你放心吧。哦，对了，我们在死者右手手腕上发现了有表带的压痕，可是这表却不见了。我怀疑是在凶手袭凶之后把表给拿走了。回去再说。哎，老乡，你好。最近村里来没来什么陌生人啊？没发现来陌生人啊。那死者和其他村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啊？我想想啊，他跟那个李新华吵过架。李新华在没在这儿啊？李新华在那儿，李新华在那儿呢。站住！站住！哎呀！你抓我干嘛？跑什么跑？走！你抓我干嘛？走！你抓我干嘛？你抓我干嘛？你抓我干嘛？走！这儿就是案发的现场，这儿就是发现死者尸体的地方。凶器是什么？锄头，在这儿发现的。锄头上面有死者的血迹和李新华的 DNA。这2天这地方下雨了吧？案发当晚下了一场大雨，但是我们还是在锄头上找到了死者的血迹。这雨大概是在2点钟左右停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经法医的鉴定，大约在凌晨的1、2点。也就是说，案发的同时正在下雨。
就是这么个情况。行，你再去一趟刑警队，把案件详情跟老马了解一下。你从刑侦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我现在去啊？现在去啊？他们都下班了。哎呀，快下班了是吧？完了，下午，今天下午小双他们家长会。别老愁眉苦脸。小双，对不起，对不起。别内疚，家长会已经开完了，我有铁力爸爸就行了。嗨，金哥，其实你走以后，大家都很惦记你。这回回来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过一天是一天呗。铁力，铁叔叔出事以后，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可我又不知道怎么聊。总之，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行了，我父亲的事儿别提了，我都已经释怀了，你还介意什么？你放心，你父亲的事儿，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调查。是吗？那我静待佳音。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我希望我们两个还像以前那样，可以心贴心的说话。是不是朋友不好说，但我永远是高双的干爸爸，这一点不会变。走了。我回来了。姐，哟，回来啦！爸呢？怎么没见到他？出国讲学去了。你就没什么跟我说的？我能说什么呀？跟我说一说，你5星级酒店房间住得舒不舒服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告诉我的。有个做律师的姐姐，哼，真没劲。哎呀，不过你说说，你眼睛怎么那么毒啊？啊？我不是眼睛毒，我傻呀。你几天几夜没回家住，我当然知道你是和别人一起住的了。关键是跟谁住在了5星级酒店？谁说吧？还不好意思？就你这表情，你别跟我说是自己住的啊！我可知道，就你那点工资啊，付不起5星级酒店的价格。说吧，谁？又谈恋爱了？别说不是，别说不是，就你这个表情，我只有在你跟铁力谈恋爱的时候，在你脸上见过，是不是？我以为这个电话
再也不会想了。幸亏我爸那张电话卡没有被烧毁。你现在叫马明红，对吧？这个名字还是你给我起的。明红道，轩辕剑。当时武侠小说看多了，不过马明红这个名字还是挺霸气的。铁力回来了，是不是铁力回来了？所以，你们俩现在住在酒店里。5星级酒店，他哪来的钱？那他没告诉你这几个月他去哪儿了，都干了什么？他也没跟你说他突然回来是为什么？没有啊。你这一问三不知啊！人家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哎，你傻呀？你就这么喜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呀？他只要回来我就开心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说我问什么呀，对吧？我只负责爱情的部分，其他部分啊与我无关。子阳，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别傻了。只要你跟铁力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和你有关。我还记得，我爸以前跟我说，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你正一个人对付7、8个小混混，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为了100块钱。差点没被他们打死，是铁叔救了我。后来你就开始跟着他，这一跟10几年吧，17年，没有铁叔，就没有我。他已经不在了。只要按时吃药，不会有事，除非有人拿你威胁他。你都知道些什么？铁叔出事以后，铁叔，你有什么吩咐？务必找到一个叫周游的人，绝不能留活口。放心吧，铁叔。第一个电话是铁叔打的，之后我又接了第2个电话，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喂，马刀，你是谁？我是铁总的朋友啊，我知道周游在哪儿，信不信由你。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躲在这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
现在我回来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查清楚这件事。你可以拒绝，因为我不能保证你平安无事。铁叔是不会这么讲话的。对，犯罪嫌疑人也被抓住了，证据链也算完整。就算没有口供，咱们也可以起诉啊。完整个屁呀！别的一点不说，就说这佛牌，是被害人的还是凶手的啊？还有，案发当天几点停的雨，几点下的雨，你查清楚了吗？哎，小柔、小波，你们俩怎么来了？马队，高处让我们来重新梳理一下案情。坐吧，小韩，详细介绍一下。这是那天我们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这是死者王丽，17岁，死在自家的包谷地里。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我们初步断定为强奸未遂。死者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另外，我们根据调查，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把锄头，锄头上有同村男子李新华的 DNA， 而且死者额头上的伤口与这锄头的形状基本吻合。另外，我们根据调查还发现，李新华有前科，而且有作案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走访证实，在前一天，李新华和王丽发生过口角。我们当场就把李新华抓获了，而且在李新华家中搜出了衣物和手表。小柔、小波，我们都去过现场，你们觉得这个证据链够完整不？听起来证据链比较完整了。这就叫完整啊！小韩，带他们俩去听听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回来再商量。好，好，是。包就放这儿。好。小铁总，我觉得有件事需要告诉你。什么事儿？江东商行的行长蓝和培给丁红来过电话。丁红是从江东商行收购了江东集团，他们之间有联系，正常。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蓝和培跟丁红说，让他不要步董事长的后尘。什么意思？因为是内线电话，我不方便往下听。李新华，我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找你来了解一下案情。我是冤枉的。我们来就是为了查明事情真相。你们相信我是无辜的吗？有没有再用证据说话？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仔细回忆一下吗？那天我跟几个朋友去喝酒。来，马上！到饱了啊！到了！来，干杯！来，多喝！不好意思。什么叫意思啊？怎么端菜呢啊？不好意思，你喝多了是不是？喝多了，不好意思。来，擦开。我这是今天新买的衣服，我给你擦干净。是。来，这怎么喝呀？我回家换衣服去。行。哎，换完衣服抓紧时间回来。我看见王丽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我当时很害怕，转身就跑了。你没拿什么东西吗？对了，
时为什么没有报警？我有犯罪前科，又跟王丽吵过架，我怕别人怀疑到我身上，所以当时我就没敢说。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啊！那你看见警察为什么跑啊？我拿了他手表，然后那天你就径直走过来，我以为你要抓我，我当时心里很害怕，我想这下完了，就是这样的。你怎么今天专门跑到刑警队来接我呀？这正好顺路嘛，时间又赶一块儿了，怎么了？你不害怕呀？我害怕什么呀？你不怕我妈突然上车呀？你干嘛呀？你真怕成这样啊？红灯。哦。你跟高双最近怎么样？还行。什么叫还行啊？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13岁，青春期，思想发育、身体发育的时候，而且他对母亲的爱也是渴望的、需要的。我觉得你还是让他和妈妈见一次面，这对他接下来的成长是绝对有帮助的，你明白吗？好，我考虑一下。高姐，没事儿，就是有点感冒，咳嗽。我想了一下，让少人过去陪你几天，我明天送他过去。哎，不用，千万别，那个小孩抵抗力差，别传染给他了，回头。铁总，这位是世华集团常务副总李文的，很高兴见到你。来，走，铁总，去走。这段时间，小铁总身上发生的变故，我有所耳闻。知道小铁总回到江东，我出差一回来，立刻让米莱达约你见面。听闻邱总一向不喜欢没有利益的社交活动，今天约我来，不单只是嘘寒问暖吧？小铁总快人快语。好，那我就长话短说。听说江东集团被丁红收购了。江东集团这么大的盘子，无论是谁接手，压力都很大。我倒是乐见其成，让丁红接手。哎呀，真是虎父无犬子。小铁总的这种豁达和通透，青出于蓝。来，小铁总，敬你一杯。幸会。邱总最近在做什么呀？最近啊，准备做一些
有色金属的交易平台和相关的一些业务。厉害呀！我前段时间在美国接触过有色金属期货，稀缺原料油水很大，可是国内的审批恐怕比登天还难吧？其实这个项目是商行行长蓝和培拿下的，这可是稳赚不赔的项目。我呢是他们首选的合作。蓝和培，对，这可是人物啊，上面有人罩着呢，有人在他身后扶持他。知道是什么人吗？不太清楚，但是能够把有色金属交易的执照拿下来，这个人一定不是凡人。邱总跟我说这些，不会只是炫耀手里有这么好的项目这么简单吧？小田总啊，蓝和培要求他的合作方出全部的先期资金，至于江东集团的事，他对你没有伸出援手，那也是在商言商。小田总，只要你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你们铁家重振雄风指日可待。想让我代资加入？钱当然是给熟人赚的了。能给我什么条件？条件你随便提，我都答应。来，小田总，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好，那我考虑考虑。太好了。其实啊，这个项目是商行的行长蓝和培拿下来的。蓝和培，这可是人物啊，手指通天，上面有人罩着呢。有人在他身后扶持他。知道是什么人吗？这个人一定不是凡人。经理，查邱炳森和蓝和培的关系。好。你的芒草，你用的百毒菇，时尚。哎，发什么呆呀？吃点水果。好。哎，你还没跟我说呢。那周阿姨的儿子，你感觉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哎呦，不过没事没事啊。我跟你说，林大爷的儿子啊，下个月从国外回来。哎，你笑什么呀？你，妈，你能不给我安排相亲了吗？你就那么怕我嫁不出去啊？哎呀，我给你安排相亲，还不是怕你忘不了高见。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放心吧，不会。真的不会？那，你可不能伤了我的心啊！妈，既然咱都说好了，那这相亲的事儿能不能暂时告一段落了？听你的。不过你自己也得多留点心啊，别成天的就工作工作，一头扎在工作里就出不来了，啊！唉。蓝行长，您看谁来了？安总。哎呀！多长时间没见到你了？啊？瘦了？到哪儿逍遥去了？游山玩水，出去散心了。游山玩水？你是游到华尔街捞金去了吧？您监视我。
江东事闹得满城风雨，都知道了。喝茶还是喝酒啊？酒吧。兰叔，我也听人说了，您最近的生意，那是有声有色。有色金属，那可是大买卖呀。什么有色金属啊？那都是谣传，不要听他们瞎说。你就别瞒我了，邱炳森已经找到我了。邱炳森？哎，兰叔，您在这儿装不认识他？你小子！李新华的裤子上有泥，案发当天下过雨吧？那一场大雨。那这个点就对上了。不对，你说的不完全对。你别忘了，案发当时2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第一，裤脚上泥点子不可能这么均匀；第二，绝对不可能只有裤脚上这些泥点子。这就是疑点之一。听见了吗，小韩？当公安的还不如一个黄毛丫头细心呢，丢不丢人？谁是黄毛丫头啊？开个玩笑也开不起啊！工作呢。女人，感性动物，还好你没干公安，看我怎么整。还好我不是公安。你在国外做的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做这个小买卖呢？赚钱呀，这钱哪还有个够啊！再说了，这买卖油水有多大，我还能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信任您，跟着您做事那绝对的稳。您是我爸的老朋友了，你还能亏待得了我？还有啊，在外面就算混得再好，那也是锦衣夜行。根儿在这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振我铁家当年的荣光。怎么样，兰叔，行不行？恐怕不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吧。那还能为了什么？那我再考考你们，说，在锄头上发现了李新华的 DNA， 你怎么看？案发当时正在下雨，按理来讲 ，DNA 属于水溶性物质，是不可能在下过雨后提取到任何人体 DNA 的。那为什么提取到了李新华的 DNA， 又为什么只提取到了他一个人的 DNA， 而被害人的却没有？你给个解释吧。你都看出来了，我能结案吗？我能起诉吗？我这个算草菅人命吗？不算。算不负责任吗？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被害人在被害的时候是在雨中进行的，不可能留下任何痕迹。李新华呢？我推测啊，可能是雨停之后来到了犯罪现场，无意当中碰到了现场的锄头，留下了痕迹，有可能吗？这树要皮，人要脸。我之前犹如丧家犬一般的被赶离江东，这事儿您也应该知道吧？您是我的长辈，我不瞒着您，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仇。报仇？跟谁报仇啊？我查过了，
爸是被丁红逼死的，我爸前脚死，丁红他后脚就收购了江东集团和我们铁家的私产，还羞辱我。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今天我回来，我就要弄死他。啊，对，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听到你们聊在犯罪现场发现了这个，你给我讲讲。这个佛牌原产地是泰国，价格昂贵，不可能是被害人，也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而且在尸体底下发现的。我怀疑是凶手故意留在犯罪现场的，这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按我们的行话来讲，这叫标记行为，要么就是挑战法律，要么就是自我救赎。有这种心理畸形的罪犯，凭我的经验，他会再次作案，而且还会在现场留下标记。知道怎么回复高见了吗？还有，说句不好听的，当时我也恨你。丁红那么欺负你，却在旁边袖手旁观、落井下石，我恨不得……刘丽，在你的复仇名单里，是不是也有兰叔啊？兰叔，我再混，再不懂事儿，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那是职责所在，也没有办法，我理解。可是，你得理解理解我呀！我回来了，有难处，您得帮我不是？您可不能像当初那样对我们铁家不闻不问了吧？可我怎么帮你呢？您想帮，就能帮。有色金属的事儿，我参与定了。论实力，论交情，论脑力，我铁力都是不二人选。兰叔，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想想，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爸当年说过啊，但凡兰叔说这事容我想想，就说明他已经答应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兰叔，合作愉快啊！我现在就去找邱炳森起草协议。兰叔，来抱抱。谢谢兰叔，走了。邱总，哟，来啦！来，辛苦了，辛苦了，您坐，请坐。蓝行长，答应了？你说呢？我就说嘛，哎，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哎呀，必须的，携手共进，再创辉煌。不过啊，蓝行长交代了，说这件事情啊要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尤其要守规矩。那是当然的，蓝行长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小铁总啊，以后啊，这个发财道路上，还望小铁总多多指教。哎，你看，我把我们的合作书都做好了，以后世华集团的经营和管理就辛苦你了。合约不过就是一张纸，防小人不防君子。最重要的是合作愉快。爽快！干杯！干杯！铁力来找我了。什么事啊？他想进咱们有色金属交易的项目。您是什么意思呢？前期的运作需要钱，让他带投资进来，用他的钱买单。让他一起加入？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是。
给谁打电话呢？哎呀，我说宋明，你怎么走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像个幽灵似的，吓我一跳。什么幽灵？我看你是干亏心事了吧？怎么亏工作上的事？谁？铁力。铁力，查的怎么样？铁叔的死跟邱炳森没有关系，他是后来的。我决定去趟这趟浑水。蓝和培能相信你吗？小叔，我回来了，你想吃什么？跟我说。咱们世华集团的规模不小了，比起我们江东集团，那是小巫见大巫多。取笑我。我哪敢？小铁总一表人才，你看我们职工看你，眼睛都直了。没事吧？谢谢。我的办公室在哪？就在前面，生活他们已经在等了。好啊。欢迎铁总经理。欢迎欢迎，何总，谢谢大家，一起发财啊！请坐，别走。接下来，我简单的跟大家叙述一下我们项目的特色。世华是有色金属交易平台，主要产品是与有色金属相关的融资项目。目前，我们主推的项目是莫比乌斯有色金属矿。这个矿主产稀少金属，亟待开发。
一旦开发，将会对中国的工业、军工生产产生巨大的效益。我们现在出售的就是这个矿山的矿权。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客户并不是投资商，而是这个矿山开发的原始股东。购买的方式按照股份购买，每一股的标的为3万元，只要购买3万元的股权，就可以成为会员。从第3个月起，就可以获得20%左右，也就是6000元左右的股份回报。那1年左右就可以获得你原始购买额的3倍的本息回报，是不是很划算？并且这个股份随时可以转让，也随时可以赎回。铁弟先生是华尔街的骄子，以您专业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项目前景如何？听起来还不错。不过邱总，你刚才也说了，这座矿有待开发，那么如何让投资者去判断这座矿是否可以盈利呢？听明白了，你们分析的和公安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凶手是伪造了强奸未遂的犯罪现场，意图就是要迷惑公安人员的侦破方向。如果他再次犯罪的话，那么犯罪现场很可能会再次出现这个标志性的佛牌。这样，被害人家属的解释工作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耐心细致啊！是，去吧。公司销售股权，第一步就是让投资人信任，让他们一定要相信，这个矿山一旦开发，就一定有利益。用什么相信？问得好，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我们用返还的股权回报，不管这个矿山是否开发，股权的回报1分钱都不能少。用真金白银去购买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以及获益者对这个项目的口碑发酵。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盖着卖的，没有质疑的空间，没有对比的机会。那么，所有获益者只能无条件的相信，其所购买的股权只会盈利，不会亏损。邱总，高明啊！那么这个项目最大的问题在于，股权回报的钱从哪里产生？那铁总，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这块佛牌非常少见，不是正常渠道来的。去趟泰国，给我查查它的出处，在什么地方买的，谁买的，买了几块，你好，都要查得清清楚楚。放心吧，队长。去吧。高处，何健，你怎么来了？我专门过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带徒弟。你的徒弟还用带啊？插上毛就能飞，沾上毛就是猴，人精啊！有他陪着，准能取到真经。让我来猜猜看啊，邱总应该已经为第一批投资人准备好了第1期股权回报的钱。等项目启动之后，第2批投资人可以为第1批投资人提供本息回报。简单来说，就是后来者为先到者买单，而我们公司只需要维护好资金链的稳健，那么所有投资人就可以耐心等到矿山被开发的那一天。在座的各位，只需要把这么好的生意告诉身边所有人，那我们就可以发财了。一语中的，请铁先生加盟，是我们公司最英明的决定。再次欢迎铁总加盟。
李新华怎么样？失窃的物品找到了，拘留期也过了，先放着。还有其他嫌疑人吗？暂时还没有。不过呢，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佛牌，我派人去泰国查了，只要找到佛牌的出处，离真相就不远了。要不是你坚持，有可能还会出问题。那必须啊！新时代啊，政绩为中心，别拿老眼光看我们啊！公安也得进步。哎，对了，我看见左琴了，双双怎么和他在一块儿？是，我送双双过去的。他其实也需要母爱，这样做是为他好。你说要这样看，是不是挺像老高的？还真有点。这两个你拿哪个？这个吧。我把那个书也给带上。好，那个给你买那个化妆品，买那个快点买。来了。哎，老高，你怎么来的这么早？我接你啊。东西收拾好了吗？哦，马上。等一下。我跟你说的一定要记住啊。高姐，这两天你想着啊，别让双双吃凉的，空调也别总开着。怎么了？你是不是傻呀？来例假。哎呀妈，你真啰嗦。双双，你刚才叫我什么？啊？你是不是叫我妈了？高姐，你听见了吗？双双刚才叫我妈了。双双，你再叫我一遍，叫啊，妈。到家了吗？到了。回去吃东西没有啊？吃了。吃的什么呀？我没吃凉的，你放心吧。空调开了吗？没开，你不是告诉过老高了吗？哦，对，千万得注意保暖，这段时候啊，女孩子很重要的。我知道啦，不吃凉的，不开空调，盖好被子，注意保暖。双双啊，你能再叫一声妈妈吗？妈妈好想你。左琴妈妈。什么？你要带我去游乐场？好呀，好呀。好的。给他妈妈打电话呢。感觉他最近变化还挺大的。是。他终于像一个13岁的孩子一样，会撒娇了。我今天听他叫左琴妈妈，他叫我还是老高。我不是说过吗？他就是缺乏母爱的一种表现。你可不能生他气啊！你也不能怪他。我不怪他，我怎么会怪他？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让他跟左琴生活一段时间？我知道他心里面一直想要一个他喜欢的妈妈。他心里是想有一个他喜欢的妈妈，可是他更离不开他最爱的爸爸。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复婚啊？
觉得双双需要一个形式上的美好家庭了。可是你舍得让他走吗？那可是美国，他要是走了，想见一面都难。你知道吗？小双从小，他身边就没有妈妈。你说的对，他太缺乏母爱了。我不能那么自私。你把我推到左晴身边，你就不自私了吗？小双，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但是他一回来，你就把我送给他。我是人，我不是你们推来送去的礼物。小双，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什么？你怎么会看到这个的？我5年前就看到了。我知道从你们离婚那一天起，就计划着要把我送走。知道我为什么不叫你爸爸吗？因为我时刻准备着这一天。双双，你误会你爸了，他没有决定要送你走。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和我妈妈去美国。小茂，小铁总，你怎么会在这儿？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在世华集团的第一秘书了，以后每天都可以见到了。这么巧啊？这有什么巧不巧的呀？我的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在江东集团，我可是铁董事长的秘书，把我安排给你做秘书，有什么不自然的呀？对不起啊，小铁总，提到你的伤心事儿了。没有，都过去了。来，过来坐。这邱炳森还真是挺用心的啊，居然把你给请来了。怎么了？你不愿意啊？当然愿意，有你陪在我身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小铁总，有件事儿我不太明白。你说。论资金和个人能力，你都不需要依靠世华这样的公司，你为什么还要加入啊？赚钱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都会留下来帮你的。谢谢。喂，你好，铁总。啊，邱总。铁总，今天中午有人请客吃饭。谁呀？你到了就知道了。好啊。好。哎，小茂，没事了，你去忙吧。好。南总，子乔。铁力。哎呀，真是想死我了呀，南叔。哎呀，我也想你呀，南叔。哎呀，南叔，这里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你父亲生前最喜欢这里，所以我极尽全力把这儿保了下来。一壶一杯我都没敢动啊。有时候我也常来这儿坐坐。睹物思人，却也是物是人非了。
是怕你傻，我是怕你太过于聪明了。从古到今，有几个聪明人有好下场的？这老话不是说了吗？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谁说江东集团永远不倒啊？他倒了怎么办？倒了也没事儿。你呢，也不要太在意。只要有这些东西，你就能好好生活下去。我就对得起你了，我也对得起你妈妈了。想想，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呀。仗义，兰叔，仗义。龙山大桥事故，我压力真的很大，因为那里毕竟有江东商行的大量资金，我也是迫不得已收回了江东集团。跟我还这么客气，应该。我希望呢，你父亲在天有灵，在这件事情上不要怪我。毕竟，他是想把江东集团留给你的。兰叔，翻篇了。嗨，江东集团是个烂摊子，即便我父亲在世，我也不会要。我要他干嘛呀？您说是不是啊？你小子呀，就是怕累。嗨，不光是怕累，还怕担不起这份责任。有我们这些长辈在，你怕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你们在啊！您说我铁力正值壮年，我怎么好意思再让周围叔叔们为我劳心劳力呢？您说是不是？铁荣光的儿子，我们有义务照顾你。感恩。兰总做人讲义气、开蒙，小铁总做事叫志气、榜样。跟两位合作，我们信心。有情有义，做人的根本。在有色金属贸易这件事情上，你们做的风生水起，很不错。那是您的支持给力。我听说铁力出了不少点子。没有。对，到底是您看中的人，对气候运作非常有眼光。铁力啊，好好干，江东首富指日可待。哎呀，那就仰仗我兰叔还有球哥了啊！兰叔，您是了解我的，这动动嘴的我可以，真让我踏踏实实坐下来办事儿，我可真坐不住啊！哎呀，你呀，老邱，我不常在他身边，你就费心帮我看着点他。哎呀，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好不容易我老爸不管我了，又来个兰叔。我说兰叔啊，我求求你了，就放过我嘛，要不然我又开始做乖乖仔了啊！哎，兰叔，听说您这有好酒啊，拿出来吧。臭小子，有好酒。来，上酒。我决定去趟这趟浑水。兰和培能相信你吗？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让双双跟我回美国待一段时间，然后让他自己做决定。我们明天就走了，所以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回来一趟。有什么话你们……我就是回来拿东西。早点休息啊，双双，妈妈明天一早来接你。跟孩子好好说。谢谢。那我走了。看什么呢？来了，咖啡我已经点好了，快坐吧。这么贴心。怎么了？什么呀？打开看看。这不是你之前送我的那条项链吗？之前离开江东，我身上穷的，一张机票钱都凑不够，就把送你的项链给当了。现在赎回来了。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比什么都重要。左琴，小双就拜托你了，我有事儿，今天就不去机场送你们了。请你告诉小双，我永远爱她。我不是为你回来的。我知道，你在江东的朋友很多，肯定不是为我一个人回来的，对吧？过去的事情，我不想提，也不想骗你。我心中唯一的亏欠，就是擅自拿走你那条项链。
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也把你给我的爱还给你。